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奔学院。那今天我们的讲师 Patrick 彭永林已经来到线上，我们直接邀请我们今日的讲师。嗨，Patrick。嗨，大家好。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个听过我讲之前的，可是没有关系，我可以再重复一次。我是Patrick，来自马来西亚。然后在同居里面，大家如果听到派大星这三个字呢，应该就是我了，没有别人了。好，我大概介绍一下。好，我这次马来西亚地图大家都知道嘛 ？OK， 这是吉隆坡，这是新加坡，这是文莱，然后这是大家很熟悉的槟城跟沙巴，就是雅比。然后呢，我是在古晋这边，在三号院这边。对，这个是古晋地图，我们在放小，这是我住的地区。好，然后从古晋呢去到台湾大概是2800公里，所以我们只有吉隆坡直飞，然后新加坡直飞，还有沙巴直飞，只有3个直飞航班。当然，我现在听说文莱好像也有直飞，所以有4个航班。然后槟城有开，最近槟城好像也有开，所以这些直飞航班都很多。OK，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知影团那时候我们是在有一些我们在聊天，我跟自己团长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有语文团长就聊到捐血的东西，就聊到说罗浮在我们主要是罗浮在办捐血，就在服务社会的时候，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举办捐血，我们如何筹备，我们如何进行，然后我们最后如何去做宣传。好，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世界捐血者日，大家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吗？知道的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世界捐血者日或者世界献血者日，也叫做世界捐血者日。有捐血的朋友，你们知道是在几月几号吗？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嘛。我们做一个小小互动一下，看大家对捐血的概念有多少，或者可以开麦来发言也可以啊。好，眉头写了6月14号，嘿，对，好，它是在每年的6月14号，为什么呢？这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还有红十字会等等，在2004年开始启发的，它是为了纪念发现 A 型、B 型、O 型的奥地利病理遗传学家卡尔兰德斯泰纳。他的生日6月14号是他生日，所以从2004年开始呢，每一年的6月14号就是世界捐血者日，然后从2005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开始决定让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纪念日，然后每一年的纪念日呢都会有一个主题，像2002年呢是加入我们拯救生命 ，Donating blood is an act of solidarity, join the effort and save life。然后去年呢，2003年呢是捐献血液、捐献血浆，分享生命，经常分享。Give blood, give plasma, share life, share often。这些资料其实在Wikipedia、维基百科都找到，或者是在世界卫生组织都找到。然后今年呢，2024年的呢都还没有公布。好，然后下一个。那为什么今天我会分享这个东西？童军到底跟捐血有什么关系？童军捐血，贝登堡时候也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好，那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永续发展的目标；第3，确保以促进各年龄层健康生活与福祉。现在我们的世界童军都在推广 SDG， 相信台湾也在做这 SDGs 的东西。所以捐血其中一个SDGs 第3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生活，所以其中一项就是捐血，促进血液循环。当然，在马来西亚呢，它是罗浮的进程课程之一。怎么说？第一，我们有一项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涉及当地社区的社区服务。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到政府医院或者国家血库中心捐血至少3次，
并且拥有有效的记录。罗浮他们都会很想要的。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在马来西亚呢，我们的捐血是在政府医院、私人医院或者国家血库。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台湾是属于私人机构的捐血车。如果我说错，大家可以纠正一下。好，我们这边主要是政府，我们主要是医院跟血库中心。好，然后那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会想举办？因为也看到香港，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香港的这个捐血活动，他们也办了很多年，他们也办得蛮成功的。对，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这是他的脸书的网址。OK， 好。那就是然后就因这样呢，就促成我们，也不能说第一次，就是其实早期童军在古晋童军就有办过一些捐血活动，只是没有这么长，就没有说变成常年活动。然后在2020年那时候因为疫情的时候，疫情关系。大家都不能出门嘛，马来西亚这边都实行了禁止那个 MCO， 我们就是禁止出门。那时候在2020年3月，所以医院就很缺血，所以医院就要求我们这些华社、我们华团来办。然后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童军，我们也是华团的一份子，所以就想说借用这个平台。来让大家知道，童军其实除了大家所知道的步操、露营、绳结等等的，其实我们也在为民服务，也在为社会服务，所以就促成了这一场的捐血活动。那时候是在2020年的12月13号，那时候我们第一场这么多年以后的第一场大型的捐血活动。所以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海报。那时候呢，我们是有这个主区单位跟联办单位，我们是属于童军是属于联办单位。其实童军本身自己也有一直在搞捐血，只是我们的童军自己的捐血就很小型，你只要有联办单位，你的捐血活动就很大型。这些都是我们赞助商，所以这是我们的海报。好，给大家看一下那时候我们的筹备过程，让大家知道一下。第一，我们会去寻找赞助商，我们会找赞助商呢去拿赞助品，所以你会看到刚刚海报这边有很多的赞助商，这就是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我们讨论的东西，我们要找谁来赞助什么东西，尽量不要重复。就 OK， 我现在打个比方，大家看到的这一区里面呢，我们有牛奶，这一家是提供牛奶。然后这一家是罐装饮料，然后我们还有鸡蛋，有面包油，我们还有饼干，还有矿泉水等等，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别的主办单位，他们甚至还会提供米、油、盐，柴米油盐都会有。OK， 所以我们就首先我们先找了赞助商，拿了赞助品。然后呢，过后呢，我们会做包装。包装呢，一般上如果东西太多的话，我们都会在现场，就是捐血的那个地点现场做礼品包装。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如果东西不多，我们拿到的赞助品如果不多，我们都会提早做，然后再送过去会场。但是一般上我们会在会场做，因为也比较省工。因为那时候人家赞助品来的时候是一箱一箱，我们要拆了我们要装。这边我没有记错，那时候这一边有差不多100多份，将近120到150份，120到150份，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做，所以我们需要人力。然后呢，在捐血的之前，我们就会聆听中央医院血库的负责人给我们简报。这个简报是主要什么？他会告诉你。好，现在血库的血，储存量会不会多？他们需要什么血型？然后什么血不够，什么血太多？因为大家都知道 AB 型的血很稀，就是很少，
就是我想应该讲 AB 型的血不多，所以有时血库呢在面对 AB 型血的时候会爆满，就是因为捐的人多，可是收的人不多，所以有一阵子呢，我们这边是不收 AB 型血，应该有至少2个月。然后有时他会跟你讲，医生会跟你讲，哦，我们现在有突发状况，有紧急状况，就是有特别的捐血者会过来。何谓特别呢？就是他可能是我们的血型是打个比方，我们是 O 加正 O positive， 我们叫 O positive， 它可能是 O negative O 减，这个就是特例的血型，特别血型。所以医护人员就跟我们说，你要注意一下谁谁谁某某人，他是这个特别的血型，你要给他优先权什么之类的，他们会给我们做一些简报。OK， 好，到目前为止大家都 OK 吗？我们在筹备的这个过程，大家都 OK 吗？好，那我们继续。好，那我们整个捐血活动的过程，我们开始走程序。如果你是一个捐血者，你想象今天你是一个捐血者，你要做什么？第一，我们会跟你登记你的资料。Okay， 我相信跟台湾一样，我们登记你的资料，然后量你的血型，检验你的血型跟你的血红素。OK， 然后过后呢，我们会量你的血压。所以这边我都有注明，血红素呢，男生一般上是不可以少过，这是不可以少过13，女生不可以少过12，但都不可以超过20。这是普通的 ，OK。然后检验血压呢，收缩压就要在90到160之间，舒张压呢在50到95，而两者不可以少过30或者高过90。这是在一般的状况底下。对，然后过后呢，我们会拿捐医护人员，这些都是医护人员 ，OK， 医护人员或者血库中心的工作人员。过后呢，他们去登记起我们的血库系统，我们一个资料库系统。过后就大家在等，完成了这些手续过后，大家就等着被叫名字，等着捐血。好，来再跟大家玩一下。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吗？看看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拿来做什么用的？这个板块，来，如果不好意思，如果不好意思写的话，可以用讲。这一块猜猜看嘛。对，猜猜看。血红素吗？判断血液适不适用的。血红素吗？哎，对，这个不是血红素，这个是检测你的血型。哦，大家如果有注意看这边小小的 A 跟 B 在上面一个小小的，看到吗？看到。哎，这是在检测你的血型。好，我现在呢来搞一个有奖问答。照这顺序1、2、3、4。OK， 大家都知道有4种血型嘛 ，A、B 跟 O 型。照这顺序1、2、3、4，我们用打字的好不好？最快打出正确的4个血型呢，我到时去台湾的时候呢，我会给你们一个捐血布章。好，可以吗？大家 OK 吗？好，大家猜猜看啊。大家猜猜看，我们大概给一个2到3分钟吧，按照顺序1、2、3、4。我们又打出来的，我们看谁是最快打到，最快答对，全部答对，我就送他一个部长。好，现在已经有4种组合了，还有，来继续，加油！第5种组合。哦，还有 Q 哦 ，Q 是什么血型？应该是 O 吧，觉得他才打错了吧？好，加油！我们再给多1、2分钟，看还有没有人要回答的。好，那就再继续猜啊。哎，可以啊，可以继续猜啊。
还没，还没猜中吗？其实有人猜中了，哦，有人了只是我，OK，想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有这么多组合，看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组合？好，那应该没有人了吧？好，那我就公布答案啦。第一个呢，它是 O 型，来看有人猜到吗？哦，有两个。有，啊，为什么它是 O 型呢？因为呢，其实他们是在用抗体，你去看这边是蓝色的 ，OK， 这个是 A 抗体的颜料，不是颜料，就是它的抗体液。然后这边有一个黄色的，在另外一个，它这边是黄色的，这是 B 抗体，OK，A 抗体跟 B 抗体。然后呢，他们在你的血被粘在这个抗体的时候，他们没有凝血，就是它其实会掺起来，它没有血块。所以呢，这代表你这个血型是 O 型的。OK， 下一个有血块的，它就是 AB 型，因为 A 抗体跟 B 抗体都有凝血块。那后面两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好，对，第三个呢就是 A 型，第四个呢是 B 型。哎，好，我们的雅婷团长有猜对了。哦，厉害！好，好，到时我会给雅婷团长，我们会给一个部长啊。好，谢谢所以团长。不会，部长很漂亮的，好像静团长拿过嘛，对不对？啊，是，谢谢你。好，大家记得哦，如果以后有看到这个的话呢，它就是你要记得它的抗体。一般上他们在医院在做检验的时候，它肯定是 A 抗体后 B 抗体，它不会倒转过来。如果你看到有第三排的话，其实就是在检测它的正负，就刚才我说的 O 加或者 O 减。O 加 O 减，当然这个东西要到医院才测得到，在捐血中心、捐血现场是测不到的。好了，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捐血者跟受血者，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A 血呢能够给 A 跟 AB，B 呢能够捐给 B 跟 AB。AB 我们每次说它是最吝啬的，因为它只能够捐给 AB。然后 O 呢是最慷慨的，它全部都可以。所以看看，如果大家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的话，你就知道你能够收谁的血。OK， 好，来，刚刚我好像是小泽团长有说的，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测量我们的血红素，这个测量血红素的机器，这些都一层一层的过了呢，我们就等着捐血。好，来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是额外科普给大家，这个也是我上网找到的资料。来 ，O 型血占了，这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找出来的资料。O 型血呢是人类的40%，四成的人都是 O 型血，2成7呢是 B 型，2成6是 A 型，AB 型就是最稀有的，只有7%。所以要好好珍惜你这个 AB 型的朋友啊！我不知道现场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 AB 型的朋友听众。哇哦，余文是哦。这样还好，刚刚我说的他应该没有听到，因为我刚刚对 AB 型，对 AB 型的血呢就很稀有。当然，如果你是 AB 负 AB 减的话，是更稀有。AB 减是更稀有。好，来下一个，我们继续。好啦，检测完呢就被等叫名字，好，就开始捐血啦。对，我们在马来西亚呢，我是大概分享一下，因为我过后面还会再说。在马来西亚，我们台湾一包血大概是一个人大概是捐500 ml 的血，500毫升。马来西亚呢是450，大包的是450，我们小包的呢就是350，根据体重，根据你的重量。好，捐血捐完了，看你的速度，有的速度有可能10分钟、15分钟、半个小时都有，看个人因素。捐血完了，我们这个休息区让大家休息，吃一下，喝一些甜的东西，
喝一些饮料，吃一些干粮。当然我们会有移交饮品活动 ，OK， 就是移交给成功捐血者。好，这个呢就是马来西亚在我们这边的捐血书，或者这个白白的一小张一小张就是捐血卡。如果你没有带书去呢，或者你是新人呢，他就会给你卡。然后一般上我们的书有2种，你看到白色的呢就是红十字会或者我们马来西亚叫红十字会出的，红色的呢是中央学部或者中央医院、政府医院出的。然后当然可能有，然后这种卡呢小张卡。这小小的卡也都是中央医院我们的政府院给的，这是我们的捐血卡或者我们的捐血书。然后如果你看到书里面掺杂了一些这些纸张啊，这些其实就是赞助品来的，其实这些都是赞助人给的，什么礼券啊、现金券啊等等。好，到这边大家 OK 吗？整个捐血活动的整个过程。好哦。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宣传。我们在办捐血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些宣传。第一，我们会做当然，那时候我们是在南市民众会堂，就是我们的市议会。OK， 我们的市议会呢，刚好市长在做脸书直播，我们就叫市长帮忙宣传。市长就是这位，然后我们看回去那个照片。其实就是这一个，中间这位，我们的市长。所以我们他刚好星期六那一天在做直播，12月12号他做直播，我们就看这叫市长帮忙宣传一下13号的活动。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刊登出报纸，我们会出报纸，然后还有一点。举手了。Metal 是。你们跟市长联系的话，是直接联系就好，还是需要透过市长秘书或者一些什么信箱一类的跟他们联系？一般上我们会要透过他的秘书或者助理。当然，如果跟市长很好的话，我们会直接找他。因为我们里面，我老实说，我们的团里面呢都是很多牛鬼蛇神。我们都可以直接，有些团友呢，他们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市长或者市长的秘书。当然正常手续的话呢，我们就要一层一层关难过关过啊。好，那过后呢，我们就有报纸，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简讯，我们也会出简讯通知大家。这个简讯是怎样呢？这个信息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资料库。打个比方，今天13号你来捐血了 ，OK， 13号你来捐血，我们这个资料库就会收集起来。3个月后，我们会通知这一批人来捐血。所以，就算我们每个星期在办呢，你不会每个星期收到，你反而会3个月收到一次。当然，如果你第一次你不来，第二次你再不来，我们就会把你从资料库删掉，因为。据我了解，我们这个资料库里面呢有上千人的名单，因为我们在古晋这边捐血人很多，我们都有上千人的名单，所以，然后呢，我们的每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它最多只能发150个人，所以你如果不来，我们就会把你名单给删除掉。所以如果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这个活动前，你看这个海报呢，不好意思，这个报章，我们里面都会写。几月几号在哪里几点，然后赞助人有谁，都会看这边，你可以看到赞助人有谁，然后赞助了什么东西。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新闻今天有油有米有这个有那个，大家就冲上来。然后呢，活动过后我们也做了新闻报道，我们就让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成功办了捐血 ，OK。当然，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段的影片，可能麻烦团长分享一下。好，你这边先暂停一下。好，可以。来到岁末年终，也是为社会献上温暖的时刻。携手送温情，热血献爱心，有几个社团组织连同沙中央医院血库一起举办的捐血活动，今天在古晋民众会堂举行，获得了民众的热烈响应。
携手送温情，热血献爱心捐血活动是由静汉联省华青团配合沙捞越中央医院血库的号召而举办，也获得了静汉联省广东会馆青年团、古晋罗浮童军低团联办、古晋南市会界场地以及古晋区红星乐会的配合。捐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血库的应急储存量，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捐血的人数变少，导致沙中央医院血库的储存量降低。对此，主办当局呼吁民众积极响应捐血活动，以拯救有需要的病患。Kami memang mengadu-adukan orang awam untuk mendapatkan darah pada waktu yang genting seperti ini, terutamanya pada waktu COVID-19 pandemic. So, we strictly follow SOP which is set by our SDMC. So, we are targeting 150 packs. The donors to come over, and then up to that we are currently collecting 111 packs, roughly. So, Sarjan Hospital also we supply blood to all the private medical centres in Kuching such as Borneo Medical Centre, Noma, KPJ, Timberland and so forth. So it is our goal actually to make sure that our stock, which is at the moment very good, at a safe level, meaning we have around more than 1,000 bags. So but we have to maintain this as另外，随着农历新年就快来临，医院当局也希望在这段期间拥有足够的血液库存，以便为沙中央医院的病人提供充足的血液供应。In the blood bank of Sarjan Hospital, I just advise the public, please, if you are young or if you have never tried donating blood and you're interested in, let's say, saving lives, so please come over to our blood bank at our General Hospital, or if there's any blood donation activities, you can log onto our website, Facebook, and see where we're having our blood donation activities. Come forward and donate,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supply in Kuching and Sarawak is healthy and at a safe level. 这个影片呢，就是刚刚我们在12月2020年办的时候的一个捐血活动，然后一个简短的影片。这个其实是新闻热报，这是我们本地电台的一个新闻热报。来到岁末年终，也是为社会献上温暖的时刻。携手送温情，热血献爱心，由几个社团组织同沙中央医院血库一起举办的捐血活动，今天在举行，获得了民众的热烈响应。携手送温情，热血献爱心捐血活动是由静汉联省华青团配合沙捞越中央医院血库的号召而举办，也获得了静汉联省广东会馆青年团、古晋罗浮童军低团联办、古晋南市会界场地以及古晋区红星乐会的配合。捐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血库的应急储存量，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捐血的人数变少，导致沙中央医院血库的储存量降低。对此，主办当局呼吁民众积极响应捐血活动，以拯救有需要的病患。Kami memang mengadu-adukan orang awam untuk mendapatkan darah pada waktu yang genting seperti ini, terutamanya pada waktu COVID-19 pandemic. So, we strictly follow the SOP which is set by our SDMC. So, we are targeting 150 donors to come over, and then up to that we are currently collecting 111 packs, roughly. So, Sarjan Hospital also we supply blood to all the private medical centres, Kuching such as Borneo Medical Centre, Noma, KPJ, Timberland and so forth. So it's our goal actually to make sure that our stock, which is at the moment very good, at the safe level, meaning we have around more than 1,000 bags. So but we have to maintain this as 另外，随着农历新年就快来临，医院当局也希望在这段期间拥有足够的血液库存，以便为沙中央医院的病人提供充足的血液供应。in the blood bank of Sarjan Hospital, I just advise the public, please, if you are young or if you have never tried donating blood or you're interested in, let's say, saving lives, so please come to our blood bank at our General Hospital, or if there's any blood donation activities, you can log onto our website, Facebook, and see where we're having our blood donation activities. You can come forward and donate,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supply in Sarawak is healthy and at a safe level. OK， 好，那这样各位都有看到了吗？谢谢团长。
好，不客气。好，所以像刚刚大家都看到的呢，我们那一场的捐血活动，我们是预计150品货。那时候到采访的时候呢，等一下，不是这个。好，那时候到采访的时候，其实已经有111。好，并且，那一场呢，我们有记录到，我们那场已经筹办，我们成功筹过了120-130瓶，我忘记了130有吧？好，所以过后呢，在2020年过后，我们后面就有一连串的捐血活动，平均一年从平均的1年1场到1年3场。这是2022年的时候，2021年我们就那时候就没有真正在做，所以2022年呢，我们再重新办。那时候呢，就有117组瓶货然后OK，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血库中心的设备，就在这边。那时候呢，我们是在中央医院的血库中心，因为那时候还是疫情期间，所以也没有在外面商场。就像刚刚大家来看到，那个时候2020年的12月是有点舒缓的现象，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礼堂办。好，然后2022年过后呢，我们就开始大肆办了。那这是6月26号，那时候就有164个人注册，有141个成功。然后这是10月，这是10月，所以也是有大概我们129个成功。然后这一个呢是在去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去年4月16号，所以有121个成功。那你看我们的成功率呢，都最少75%以上。然后这个是6月11号，那时候成功率是85%，128人。所以后面一连串呢，然后这一场就是最多的这一场。那时候为什么这场刚好是遇到我们马来西亚红星业会的庆典？他们刚好办全国的活动，所以你看注册人呢就接近200人，然后成功人士呢有164，所以那时候蛮多的。然后过后这场是去年的9月，所以也有86%，不好意思。然后其实在上2个星期，在31号的时候也有一场，那是最新的一场。那个我就因为照片那些都来不及，所以我就没有放进去。过后呢，我们在6月30号会办多一场，然后9月多10月都会场，所以我们现在固定的3、6、9我们都会有捐血活动，只是不同团办的。你可以看到，9月呢是3月跟9月是童军团在办，然后6月是我们童军古晋市的理事会在办，所以3场，平均1年现在会有3场捐血活动。大家 OK 吗？有什么问题吗？先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刚讲了，我们在验我们的血型的时候，跟我们的红血球的时候，所以医生就会在手指那边插了一针，然后就直接验。这边呢，大家猜一下，这个是在打什么针？这个是在捐血的床上，已经躺在床上，大家猜一下，这个是打什么针？我们来邀请很常捐血的 Metal 帮我们讲一下。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嘞，因为我以前捐血都不用打针的。好，谢谢 Metal。那我们邀请于文吧，于文，700、800场。好，我觉得这个是各国的做法不太一样，台湾没有这道程序。好，我觉得是台湾没有这道程序。那因为台湾的不管是捐分离术或是捐全血，就直接接上血袋的，没有再另外用这个针头。
那当然也有例外的状况，就是上针失败的时候才会发现这种东西。对，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说啊，招了第二针吗？其实我心里的 OS 是这样子，这个只有在第二针的时候，就是他换针头，因为器材是不能换的，但是他可以换针头一次，这是台湾的这个规，他可以换针头一次，所以他如果是当他针没有上的很好，是中间过程当中他拉掉的，他就会换针头，才会有出现这种画面这样子。这是台湾的部分。好，来我来揭晓一下谜底，都不是哦，这个是在打麻醉药。这是因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捐血的针头，我一直在想要用多粗，它的针头是很粗很粗。他是用几号针头？我没有照片，我那天忘记拍照片，我看一下啊，应该是比我们的就是比我们的针，我们所一般的注射针，其实一般的注射针大概是在22号左右，但是像台湾的捐血大概是用到18号左右，然后甚至我们的就分离数要到16号。我这么说吧，不要去中逃。它是大概我们的小指 ，OK， 我们的小指的一半或者1/4吧，反正就是很粗很粗，比你看到的这个针呢还要粗。它应该是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针头是很细的。我们在捐血的那一个针头呢，是大概是这一支针管的大小，或者小一点点。好，这是谁举手？来看一下，有人要发言一下。小德团长，小德是吗？来，小德团长，请说。那个台湾这边的捐血的针头也是很粗，只是说那你们那边的话，如果没有捐血完的时候，他是做怎么样的处理？像我们台湾的话，一样就是消毒以后，再贴一个棉布，再把它没有封起来，这样子而已。如果太粗的话，会不会有血流不止的那种状况？好，其实一般上我们当然会做消毒，都是一样，跟刚才小德团长说的。然后血流不止状况也是有，我也遇过在捐血现场爆血的，就是他的血呢从他的血管喷出来，我们也有遇过，因为他那个捐血过后呢，他捐血过后，他止血的动作没有很准确，所以他就休息了过后呢，他就可能不小心移动，所以他血液其实还没有真正完全停止，然后他就爆血了。我们也看过，所以现场都有血迹斑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有一个就是医生护士插血管插的不准确，所以也会导致左右2只手都有被插针的现象，或者说插了过后呢有淤青，隔了几天有淤青的现象都会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状况都有。好，那个。我有之前捐那个分离术时候的那个照片，我可以分享一下给你们看吗？可以啊，欢迎。好，让你Metal让你分享一下。分离式，这我都第一次听，什么叫分离式？分离式就是我捐的，我在捐血的这一种。刚刚看到我的照片，这种就是分离术，我们只收血小板。对。应该要说全血有捐到一定程度才能去做分离式的捐血。台湾只要半年内你有捐血 ，OK 是通过的，那你就可以去尝试用做分离术。大概说你如果捐个1-2次之后，你觉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预约去捐分离术的部分。好，在我分享，在马来西亚要最少2次的全血，最少你有捐了2次的全血，你才可以去捐这个分离术。这是什么考量呢？就是主要是因为
你如果没有捐过全血，你是完全新的。医生会因为你身体的血都是全新的，都没有那种所谓的血液循环等等。如果你捐了分离术的话，它可能会导致有些排斥啊什么之类的。哦 ，OK， 好的。没有，没懂，你的照片没有出来。我再重新试一下，因为现在他不让我按确认。哎，你有选择分享的部分了吗？他说我必须授予权限才能分享画面。授予权限，哎，应该没有限制哦。我看，我这边也没有被通知哎。那个嘞，Patrick，你那边有吗？没有哎。我用整个画面，现在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有了。这个，对，针头就是我用的针头。你这针头那种你可以放大，我们来看一下吗？分离术的针头是不是特别粗啊？对，因为它还要回血。是。OK， 好，我们捐全血的针头也大概这么粗。等一下，那我想知道它是只要扎一针，还是需要2针啊？因为你刚刚在讲回血。现在只要扎1针，以前最比较早期的机器是要扎2针。早期的机器它是要1针进1针出，然后现在的状况你看到，其实我上次我已经换过机器了。我早期你看到我在用的机器，其实就已经是第2代的机器了，它就是只要1针就好的。它就是只要1针就好的，所以它在同一个管子里头，应该就有两个针头在那。它其实是一进一出。它在像之前的那种机器，它其实是一进一出，它就是收集到一个阶段之后，它就开始回，它就会回，所以它很明显的你会知道现在是在回血，然后现在是出血。但是尤其到冬天，你就会觉得很冷，因为那个血出来放在那边放了大概将近10分钟。再回到你身体里面是冷的，所以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它在回血了。所以刚刚妹头分享那个呢，我们的捐全血的针头也大概这么粗，很粗。那我们全血大概稍微细一点点而已，也没有细多少。对。好，见识到了。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好，那我继续。好，那大家捐完血过后呢，血包怎么处理？在我们这边，我让大家知道我们血包怎么处理。第一，医生应该讲不是医生，就工作人员会把这个血管，这个小血管，就是从你身上的血流去血包的那一个血管呢，它会封起来，它会用这个机器来封。封了过后呢，你看它会封起来，然后它会包成一包一包，上面已经注明了什么血型，然后这个号码就是刚刚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刚刚在分享，我们在做资料登记的时候那一个资料，那个号码就是你今天，然后我今天来登记，好，我的号码就是210356200，这是我今天的血包。所以这个血包带回去医院过后呢，他们医院会处理。然后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发现到你的血，他验到你的血有问题，他会马上联络捐血的那个人。对，打个比方，就可能他验到有 B 型肝炎、A 型肝炎或等等的隐藏疾病，他就会医院就会联络我们捐血者。OK， 好，这个呢就是他们的小小的冷冻箱。我那天有大概问了一下。他们这个小的冷冻箱呢，平均可以装28包血，大的当然就可以装到40-50包，这个是小的。然后温度要保持在很冷的温度，当然也不会到0下，只是它比我们的室温还要低，可能是单位数。这就是我们在外面商场捐血过后，他们处理的。这个他们处理的手续。那OK， 还有刚刚这边还有就是，我们医院在我们医护人员在抽我们的血的时候，在还没有进入那个大血包之前呢，他会先进入3支这个试验管，
3支试管，因为就是这个试管呢拿去医院来做化验的，来做测验的。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这个试管3支。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化验什么，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去问他们。好，来，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一包全血可以救几个人？如果刚刚有看到新闻报道的话，那边就有写。有人要分享吗？这个会有标准答案吗？有标准答案，因为如果刚刚有看到新闻报道，刚刚我在分享有一个新闻报道的标题写的蛮大的，其实台湾是3个人，所以其实它有一个标准答案。好，一包全血可以救3个人。我们看回去啊，刚刚那个新闻报道。啊，这边，嘿，捐一包血可救3人。如果刚刚有留意到这个的话呢，就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台湾跟马来西亚是一样的，一包是3个人。啊，其实应该讲，这是标准答案。为什么3个人呢？来，我们来看一下。OK， 好，第一，因为我们的全血里面有什么？来，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血红素、血小板。好，这个就是血红球、血红素占了全血的45%。然后这个应该很熟悉吧？语文团长应该很熟悉吧？血小板，对，血小板占了0.7%。然后这个呢，就是血浆，占的最大54.3%。所以这3包呢，就可以救3个人。这个上次有听我讲过的人，应该我也有讲过，跟台湾是一样的。那应该讲全世界都一样吧？全世界都一样。好，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在马来西亚跟台湾，我做了对比。OK， 我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尤其是台湾这边，我做了一个对比。捐血者主要的条件，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是从正常来说，如果你是新人，你不曾捐过血的，只有17岁到60岁。17岁呢，当然需要家长或监护人同意。OK， 然后如果你是长期捐血者，只要你获得医生的同意，你可以捐到70岁。可是你每1年都要拿到医生的证明。如果你是长期捐血的，可能已经超过40次、50次那种。对。然后当然在台湾，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大概到65岁。然后我们的体重呢，其实我们不去分男女，只要你超过45公斤，然后睡眠最少5个小时，然后捐血量就看你体重而定。如果你是45到50的话，我们就是捐一个小包的350，然后如果超过50的话，我们就是捐大包的450。然后在台湾呢，它是以250为原则，然后体重60以上，它就可以捐500，就是两个单位，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呢，我们是捐血的间隔呢是大概3个月。每3个月以上你就可以捐血。当然，如果你是长期捐血者，医生有时会让你2个半月就可以捐了。可是你一定要是长期的。然后台湾方面相信大家都知道，小包的就2个月，大包的一样3个月。血红素，像我刚刚说的，女生呢是12至少12，男生至少13。当然，在马来西亚我们都是哪一个中间点，哪一个平均。当然，男生少过13的我还是没有遇过啦，到目前为止。这是捐血者主要的条件。当然，后续还有不可以吃24小时内不饮酒，然后没有吃药，然后捐血之前要吃一些东西等等等等，这些其他的条件。然后当然没有动过手术啊，然后女生来月经什么的，
包括怀孕、孕妇这些等等的条件，很细的条件呢。当然，到时你们到捐血的时候，那些医护人员就会跟你们讲。下一个我要分享的是我们马来西亚里面捐血者的福利，来让大家看一下马来西亚的福利。这些福利呢，只限于政府医院，然后也只提供给马来西亚的居民。何谓居民呢？就是你长期逗留在这里，就算你是马来西亚公民 ，OK， 可是你没有长期在马来西亚，你也拿不到这个福利。就像我们有些朋友呢是在台湾读书的、做工的，他不是在马来西亚长期居住的，他也拿不到这个福利。OK， 只要你捐血一次，你就免费外诊，还有2级病房，免费的2级病房为期4个月。然后如果你在1年里面有2次，你就拿到 B 型肝炎的免费疫苗注射。2次到5次呢是免费外诊跟2级病房4个月。刚刚是不包括 X 光跟手术，这个是包括 X 光跟手术费。6次到10次呢，就是免费外诊1年，还有2级病房6个月，还有免费的2级病房1年。16到20次是免费外诊，还有2级病房2年。21次到30次是3年，31到40是4年，41到50是6年。51次以上，你就是免费外诊，还有1级病房10年，过后呢，你就终身换2级病房，都是免费的。所以51次是什么概念？按照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呢，我们是3个月捐1次嘛，所以1年你可以捐4次，所以51除4的话是大概12年到13年。OK， 打个比方，想象一下，他是18岁开始捐。18岁开始捐的话，平均每1年每1次3个月没有停过。他其实到了31岁的时候，他已经符合这个资格了。对，大家有这个概念吗？好，这个是在马来西亚的福利。然后我刚才讲了，除了我们有捐血卡、捐血书之外呢，我们马来西亚现在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APP 来记录我们马来西亚我们的健康，所以那个 APP 呢，其实也有一个捐血卡 ，OK， 也可以给大家看。我到今天呢，我只捐了4次，因为我一些身体状况，所以医生其实也鼓励我常捐。当然，他一直叫我多运动，好吧？好，再一个捐血卡。当然，这个捐血卡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是在疫情过后才研发的、才开发的，所以当然，那些老前辈他们的都不是很准确。我只是想跟大家讲，我们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卫生部呢就有开发这个东西，所以很容易的，手机一看 APP 一查，这个人是什么血型，然后捐了几次血。我也是 AB 的。好，我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好，那我分享就大概在这边，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吗 ？Q&A。好 ，Q&A 时间到了哈，这代表我们先来一张跟我们的讲师合影哦。合影好了之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用力的发问。看一下哦，稍等我一下，调整一下我的画面。好，各位准备好了吗？我确认一下哦。不好意思，我再调整一下。好，3，再一次不好意思，各位3、2、1。好，那我们谢谢各位。朋友，我永远祝福你。朋友，我永远祝福你。祝福你健康。感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谢谢。